这就让你看一看。可惜你根本就看不到。冷月说话之间，体内散发的金芒更盛。与此同时，他对着楚风丢出了一道金印，金印一出，竟然无声无息，以直线向楚风射来，并且速度极快。最重要的是，那金印所蕴含的力量更是恐怖无比，就连楚风也是倍感吃惊。不说别的，若是被那金印击中，楚风怕是将要粉身碎骨，形神俱灭，当真是要必死无疑。不过这金印虽强，可他的诡计，楚风却也看得清清楚楚。楚风青龙极行术向旁一闪，便躲过了那金印的攻击。竟然躲过了，怎么可能？眼见着楚风躲开自己的天境道光印，冷月也是柳眉一动，颇感意外。天境道光印的特性，他是相当了解的。除了那霸道且干脆的力量之外，天道金光印所散发的光芒可以遮挡对手的视线，从而造成奇袭，让对方躲无可躲，避无可避，并且那金光的遮挡作用非常厉害，就算是蛇纹级黄袍界灵师也根本看不透。难道是运气？冷月只能觉得楚风是凭借运气躲开他的攻击，于是他手中的手臂一挥，那金印便再度以直线向楚风攻了过去。然而这一次，楚风脚下又是青光一闪，竟再度躲开了那金印的攻击。不是运气，他果然能够看到天境道光印的诡计。这楚风究竟还掌握着多少手段？冷月柳眉倒竖，目光中满是凝重。虽然一开始他的确没有将楚风放在眼中，可是到如今，他也是不得不承认，楚风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对手。既然你能够看到，那就看你的速度跟不跟得上了。冷月双手再度捏诀，随后那金芒便变得更为耀眼，而那道金印的速度也是变得更快。可恶，这便是天境武技的力量吗？这要我怎么战胜？冷月，咱们能不能不打了？楚风一边卖力的逃脱，一边大喊起来。此刻他的脸上布满了惊恐之色，他是怕了。求饶吧，就算你求饶，我也不会放过你。看到从一开始便一直戏耍他的楚风，此刻竟一脸惊慌失措的在他面前四处逃窜，甚至还想要和自己讲和。冷月便一脸的得意，一脸的解气。这场比拼进展到了现在，他也是毫无保留，但好在他终于占据了绝对的上风。楚风，想不到你也有现在，不过晚了，一切都晚了。其实如果是最开始，冷月也许会选择放楚风一马，毕竟这里是工地传人的地盘，而楚风又与工地传人的有着不错的交情，他在这里杀掉楚风显然不是明智之举。可是当看到楚风身怀6种秘籍后，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楚风的。那6种无上秘籍他必须得到。冷月，你个臭婆娘，说好的切磋你却下死手，我和你拼了！楚风怨念滔天，开始不断的对冷月咒骂，而咒骂的同时也开始想办法向冷月靠近。可是那在半空之上跌跌撞撞甚至连滚带爬的楚风，怎么看都是狼狈不堪，已经失去理智了吗？想要最后一搏吗？来吧，不管你有什么手段，今日你都必死无疑。我这天境道光印绝对超乎你的想象。楚风越是咒骂，冷月反而越是高兴。在他看来，楚风已经越来越没有威胁。得进苍冥斩，终于楚风找到了一个机会。得进苍冥斩，连续9斩，楚风再度施展而出。然而对于楚风的再度袭击，冷月却根本不予理会，只是继续催动那金印攻击楚风。而就在这时，得进苍冥斩连续9道斩击全部炸响，被挡住了，是被冷月身体的金芒所挡住了。冷月一阵大笑，看着楚风说道：楚风，你真以为我的金印追你，我自身便有漏洞？不妨告诉你，这天境道光印攻防一体，追你的是攻，而我身上还有护我的防。现在的你就算使尽全力也无法伤我分毫，你不用费尽心机靠近我了，我也不拦你，直接让你过来。来，动手吧，我今日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绝望。冷月敞开双臂，做出了一副让楚风随便打的架势。虽然如此，可是那追逐楚风的金印一直没有停留，而是继续追逐着楚风。冷月，你这是在逼我呀，你快住手，否则我真的可不客气了。楚风大喝道：不客气？你倒是不客气给我看看啊，只是耍嘴皮子，这算什么本事？你算什么男人？冷月越笑越疯狂，此刻的楚风在他的眼前就是一个跳梁小丑。我不瞒你，我有一至宝，我若是使用连2品5帝都要死，就算你这天境道光印也保不住你，但我看在天道府的面子上，不想杀你。楚风说道：爷啊，你使出来吧，也让我开开眼界，见见世面，就算死了那又何妨？冷月一脸的不以为然，他可不相信楚风真的还有什么能够杀死2品5帝的至宝。冷月，你这真是逼我呀，你个臭娘们！楚风气得一阵乱骂，胜负已分，楚风真的大势已去了。看着天际上的一幕幕，百里星河的嘴角终于掀起了一抹轻松的笑意。他与冷月想的一样，此刻的楚风就是个跳梁小丑，已不具备与冷月继续比拼的能力，而只要楚风死，他也就少了一个大敌，自然也就放心下来。可是就在百里星河与冷月都在像看小丑一样看着楚风的时候，楚风的嘴角则是忽然掀起了一抹诡异的弧度，暗道：是时候让你见识一下玄武遁甲术特有的能力了。忽然之间，楚风身体一晃，与此同时，一道磅礴的雾气扩散开来。这是什么？那雾气横扫开来，冷月顿时眼前一花，在刚刚那一瞬间，他竟出现了幻觉。幻境，我刚刚进入了幻境。这楚风竟用迷幻之法。此刻，冷月已然恢复了神智，可是他却是一脸的惊慌，因为他惊愕的发现，本在他眼前乱晃的楚风已然不见了。是在找我吗？而就在这时，一道淡淡的笑声忽然在冷月的身后响起。楚风，你听的这个声音，冷月更是神经一紧，回头观望，楚风不仅在他的身后，且距离他已是不足10米。按理来说，他有金芒护体，楚风不可能靠近到这个距离。可是眼下，楚风却偏偏靠近了。我让你见识一下真正的雷电。
楚风双眼微眯，随后身体继续旋转，旋转之际，光芒闪烁，无数道雷霆宛如利刃一般自楚风的体内爆射开来。雷霆所过之处，万物尽毁，万物尽灭，哪怕那守护冷月的金芒也是无妨阻挡。最终，总共6道雷霆自冷月的双手、双脚、胸口、腹部穿透了过去。那雷霆刚一入体，冷月便发出了一声惨叫，随后整个人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自天上跌落而下，摔在了地上。强大的力道，就连手中的半成地冰也摔出了很远。刚刚的雷电是怎么回事？莫非是天境武技？可为何与楚风身上的雷电是如此之像？一切太快，百里星河没能看清楚风的动作，可他却看到了那数道雷电，也感受到了那雷电的恐怖。而在看着此刻倒在地上连连翻滚、惨叫不断的冷月，百里星河知道，不管楚风先前用的是什么手段，他都成功的破开了冷月的天境道光印，成功的重创了冷月。这一战是楚风胜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怎么会败？此刻，冷月努力的想要挣扎起身，可是那穿体而过的雷电却在他体内残留下了一部分，正是那一部分折磨的冷月死去活来，有浑身的力量也使不出来，甚至连站起来的力量都是没有。正所谓兵不厌诈，冷月，你败得不冤。这一刻，天际之上传来的楚风的声音：“楚风，你看着那一脸冷静、正笑眯眯看着自己的楚风。”冷月顿时一愣，楚风的目光是那样的轻蔑，是那样的玩弄，就好像在看一个玩物一般。玩物，冷月就是玩物，尽管实力滔天，可却从一开始便被楚风玩弄于股掌之中，一切都是假的。楚风先前那跳梁小丑的样子，那气急败坏的样子，完全都是故意装的。楚风就是要他放松警惕，然后找机会靠近他，从而发动那道奇袭。冷月瘫坐在了地上，已是面如死灰。此刻的他虽然恍然大悟，但却为时已晚。这场比拼，他当真是败了，不是败在了修为上，也不是败在了战力上，更不是败在了武技，而是输在了技巧。可越是这样，他越是不甘。可恶！此刻，冷月已经忘却了身体的痛苦，一双玉拳紧紧地握着。败，有生以来第一次败，并且败的是这样的惨。楚风，你干嘛？然而，冷月忽然脸色大变，抬头大喝一声，原来是楚风。楚风来到了他的近前，不仅来到了他的近前，还将冷月腰间的乾坤带给夺了过去。那乾坤带，冷月是用结界线连着身体的，寻常人根本拿不去。可是楚风轻易的就斩断了结界线，将冷月的所有乾坤带全都收了过去。我干嘛？冷月，你可要愿赌服输？之前说过什么？你都忘了吗？忘记没关系，我可以提醒你，咱们这次对决，胜者有权拿走败者的所有宝贝，所以你的这些宝贝都是我的了。对了，你的宝贝还真是不少，攒这么多宝贝，没少花费心思吧？可真是辛苦你了，花那么多精力来为我准备这些宝贝，谢谢你了呀。楚风掂量着手中的几个乾坤带，一脸的得意，因为冷月这乾坤带内的宝贝还真是不少。而楚风那得意的样子，在冷月看来是这样的气人。不过楚风并未就此满足，而是向西南方向行去，因为那里还有冷月刚刚丢掉的半成地冰。不错，是把好兵刃，应该值不少钱。楚风将那棍子捡起，认真的审视起来。楚风，你全都给我放下！此刻，冷月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竟猛然站起身来，虽然跌跌撞撞，但仍旧向楚风奔跑而去。他是想要夺回自己的宝贝。冷月，我劝你别过来，否则后果自负。楚风说道。还给我！冷月大怒，怎会停止脚步？然而忽然之间，冷月脚下传来一声碎裂的声响，低头一看，自己竟然踩上了一座阵法。那阵法很是小巧，隐藏也很是玄妙，他情急之下根本就没有注意到。但是此刻冷月却是一脸的不安，他先是在脚下闻到了奇怪且难闻的气味，随后更是看见黄色的物体自脚下溢出，刹那间，那黄色物体便如喷发的火山岩浆一般，自冷月的脚下喷发开来，物体之多，瞬息便将冷月吞没。看着那将冷月淹没的黄色物体，百里星河早已是瞠目结舌，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不是吧？此刻就连女王大人也是被眼前的一幕所惊呆。他认识那座阵法，那座阵法是楚风布置的，并且在来此处之前就已经布置好了。当时楚风说他要做完全之策，一个是蛋蛋手中的戒指，另一个就是那座阵法。当时蛋蛋还不明白那阵法究竟是什么，现在他明白了，那座阵法之中藏着的乃是粪，而只要阵法运转，便可将那粪化作一座巨大的粪池。而此刻冷月已深陷那粪池之中，我都劝你别过来了，你就是不听，这下可倒好，自己跳了进去。你这可怪不得我呀。楚风一脸的无辜，但随后又笑眯眯的说道。不过冷月，你说句实话，这味道还好吧？好歹那也是我楚风身上的宝贝，一般人想看都看不到，而你却用它来洗澡，其实你也算是运气好啊，不是吧？那竟是用他自己的来制造的阵法。楚风，你可真恶心。蛋蛋先是瞥了楚风一眼，但随后又笑着说道，虽然很是恶心，但我不得不承认你干得漂亮。楚风，我要宰了你！冷月自那粪池之中跳了出来，因为身负重创，结界之力也没来得及保护他，所以他是用真身在那粪池之中翻滚的。此刻的他不仅浑身恶臭，更是气得暴跳如雷，想他天道府第一弟子竟落入了粪池之中，这若传出去，叫他怎么活？夹带着浓烈的杀意，便向楚风扑了过去。他真是想要亲手将楚风撕成粉碎。离我远点吧，臭婆娘！楚风抬袖一挥，一阵劲风便席卷开来，直接将冷月吹翻在地，吹出了说百米之外。落地之际，连续翻滚数次，才稳住身形。此刻的冷月因被楚风那神雷所伤，已是极为的虚弱，根本无法再与楚风一战。楚风，你不仅夺我至宝，还这般羞辱于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我绝对不会放过你！冷月愤怒地咆哮起来，
那怨念的声音在这方封锁的天地不断回荡，久久都未散去。我只不过是将你对我朋友做过的事，在你身上做了一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楚风不以为然地说道：“楚风，你死定了，你绝对死定了！就算今日我无法杀你，可只要你离开这座堡垒，你也是必死无疑。我会向天道府上报，说你用卑鄙手段偷走了我的半成地兵，偷走了我的乾坤袋。我天道府是不会放过你的。四大地族捉不到你，可我天道府若是要对付你，就如同碾死一只蚂蚁一样容易。”冷月知道自己对付不了楚风，便开始搬出天道府来恐吓楚风。听得此话，楚风开始拍手叫好，说道：“好一个言而无信的冷月，不愿赌服输也就罢了，竟然还想反咬一口，说我偷你东西。你好歹是个姑娘，怎么可以这么无耻？兵不厌诈，这是你说的。你若是现在我的宝贝还给我，我倒是还可以考虑放你一马。”冷月恶狠狠地说道。虽然嘴上说要放楚风一马，可是眼中的杀意却是丝毫不减。你刚刚就言而无信了一次，现在竟然还说这种话，你觉得我会信你吗？楚风说道。信不信随你，但你已是无路可走，与我冷月作对，你就注定是这个下场。冷月说道。不，楚风摇了摇头，随后说道：“我还有路可走。”听得此话，冷月顿时神经一紧。尽管楚风此话说的无凭无据，可是看着楚风那有恃无恐的模样，他便隐约感到了不安。蛋蛋，该你了。楚风将目光投向了蛋蛋。没问题。蛋蛋将手中的戒指摘下，丢向了楚风。而楚风将那戒指拿到之后，楚风便单手捏诀，那不是武技的手段，而是结界之术的手段。在楚风的催动之下，那道戒指光芒大盛，而在那光芒之中，竟然开始浮现出影像，不仅有影像，还有声音。冷月，你说过，只要我来与你一战，你便送我礼物，不知是何礼物？当然，这么点东西，你打发要饭的呢？你竟然嫌少！这可是10块龙级戒灵石，你这家伙！看到这里，冷月早已是脸色大变，因为那光芒之中展现的内容，正是他与楚风约定的内容，并且那影像还在继续，说明楚风用特殊的结界阵法记录下了他与楚风交手的全过程。虽然不知道楚风是怎么做到的，可是他的确做到了。还要继续看下去吗？实不相瞒，从一开始到结束，我这里都有记录，就连你在粪池里洗澡也有。你若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冷月不仅败给了我楚风，还在我楚风的粪里洗澡，并且最终言而无信，想反咬我楚风一口的话，那你就可以去试试把我夺你宝贝的事情告诉天道府。只要你敢告诉我，就敢把这里记录的一切公布于众。楚风摆弄手中的戒指，笑眯眯地说道：“楚风，这些影像你完全可以伪造，就算你传出去，也没人会信你。”冷月说道：“影像的确可以伪造，声音也可以伪造，可是天境道光印的威势也可以伪造吗？”楚风又是一笑，随后便将那戒指戴在了自己的手上，看着冷月说道：“冷月，你若有胆量，咱们就玩一玩。我敢打赌，只要我把它公布于众，80%的人会选择相信。”此刻，冷月不说话了，他说不出话了。他自然知道，这影像传出去，肯定会有人信，而他更是不能允许今日发生的一切让外人知道。那样的话，他冷月的名声就彻底臭了。他也没办法再做天道府的第一弟子，没办法做天降之首，更是没办法在5之圣土待下去了。但是他很不甘心，被楚风羞辱了不算，被楚风夺走了宝贝不算，如今楚风手中还握着他的把柄，今日他实在输得太惨。楚风，你真是卑鄙到了极点！不甘之际，冷月愤怒地输掉：“卑鄙，你错了。我楚风行事本来光明磊落，但是对于你这种卑鄙的人，我也只能使用一些卑鄙的手段。”楚风一脸不以为然地说道。楚风的脸上一直挂着微笑，并且笑得很是邪恶，可却让冷月无言以对。冷月非常清楚，若不是楚风留了一手，今日他还真是要食言的。不仅食言，还会借用天道府的力量对付楚风。虽然很是不甘，并且对楚风恨之入骨，可冷月对楚风却也很是佩服。就像楚风说的一样，他冷月败得不冤，不是冷月弱，只是楚风这个对手太强了一些。见冷月不语，楚风知道他是妥协了，所以楚风一步一步走向到了百里星河的近前。眼见着楚风靠近，百里星河顿时神经紧绷，亲眼见到楚风用各种手段将冷月戏耍得团团转，百里星河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自己的恐怖，连冷月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百里星河又何德何能？百里星河，先前你说过什么？来，再给我说一遍。楚风看着百里星河说道。此刻，百里星河先是深深地咽了一口口水，这才紧张地说道：“楚风兄弟，之前是我不对，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放我一马吧。”虽然在求饶，可是百里星河在求饶的时候，却根本不敢与楚风对视，他真是害怕极了，害怕楚风杀了他。看你这个怂样！眼见着百里星河被自己吓得瑟瑟发抖，楚风鄙视的一笑，说道：“看在练兵仙人的份上，我不会杀你。”说完这句话，楚风便转身离去。而听得此话，百里星河总算是松了一口气，看着楚风渐行渐远，在心中暗道：“楚风，我就知道你不敢杀我，我承认你有点手段，单打独斗我不是你的对手，但我有的是方法来对付你。今日发生的一切，冷月隐瞒，我可不会隐瞒。只要我将此事传出去，虽然冷月将臭名昭著，但天道府定然不会放过你。楚风，今日你不杀我，日后我会让你知道我百里星河的手段。你的女人早晚是我的。”想到这里，百里星河的嘴角掀起了一抹阴险的弧度，他已经计划好了对付楚风的方法。然而就在这时，楚风忽然止住了前行的步伐，看到楚风站在了那里，百里星河顿时心中一紧，连魂都快吓飞了，心中暗道：不会吧？难道我在心里说的话他也听得到？想到这里，百里星河已是汗如雨下。楚风自然听不到百里星河心里说了什么，但楚风却能猜到百里星河在想些什么，所以楚风看向了冷月，说道：“对了，冷月，你最好别让我发现，
有天道府的人想要暗杀我，否则我就将今日发生的一切公布于众，那时的后果你是知道的。当然了，今日的事我虽然可以暂时保密，但是其他人我就不知道了。楚风说这话的时候，特意回头看了一眼百里星河。楚风，你听得此话，已经汗如雨下的百里星河差点没急晕过去。挑拨离间，这是绝对的挑拨离间，借刀杀人。楚风这是想借用冷月之手来杀自己啊！而此刻冷月也是反应过来，将那寒芒毕露的目光投向了百里星河。冷月，我百里星河对天发誓，今日之事绝不外传。惊慌之下，百里星河赶忙解释：“我凭什么信你？”冷月一步一步地向百里星河走了过去。冷月，你要相信我，我百里星河毕竟是练兵仙人的弟子，我绝对说到做到，这点信用我还是有的。此刻，百里星河已经发现冷月要对他起了杀心，所以努力的想要挣脱。可是冷月束缚他的力量实在太强，他根本挣脱不开。无奈之下，他也只能抬出自己的师尊，以求自保。因为他真是怕了，怕得不得了。想他百里星河贵为练兵仙人弟子，天赋地位什么都有，日后前程更是光明一片。他怎么愿意死？怎么愿意失去如今拥有的一切？好吧，勉强相信你。冷月已经走到了百里星河的近前，目光中的杀意也是消减了下去。多谢。见冷月杀意全无，百里星河才松了一口气。可就在这时，百里星河顿时脸色变得扭曲，低头一看，冷月以手为刃，刺穿了他的丹田，鲜血直流。尽管冷月已经被楚风重创，但是对付百里星河这种角色还是手到擒来的。冷月，你……百里星河一脸的不甘心。百里星河，我虽然相信你，可我不得不杀你。至于原因，你我都明白。话到此处，冷月眼中闪过一抹粉色，手心猛然一震，便将百里星河震成了粉碎。楚风，这个给你，希望你能信守承诺，我不对付你，你便不乱说。冷月将百里星河的乾坤袋丢向了楚风，这个乾坤袋可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管怎么说，百里星河都是练兵仙人的弟子，但楚风还是将这个乾坤袋收了起来，因为这些宝贝的确很诱人。虽然冷月主动将百里星河的乾坤带给了楚风，可楚风却并不领情，而是将手上的戒指摘了下来，说道：“冷月，你杀百里星河的一幕，我这里也都记下了。”话罢，楚风便将那戒指小心翼翼地收了起来。楚风，你够狠！此刻，冷月恍然大悟，原来他又被楚风摆了一道。没办法，对付你这种人，我也只能选择动用手段。记住，千万别跟天道府的长辈多嘴，否则我不止让你身败名裂，让你在天道府之内没有容身之地，还会让练兵仙人追杀于你。若是没有了天道府的庇护，反而多了练兵仙人这个大敌，那是什么样的后果？你清楚。楚风说这话的时候是笑着说的，一副风轻云淡的样子。可这些话落入冷月的耳中，去宛如万千冰刃刺入了他的身体，并且还是抹有毒药的那种冰刃，让他痛彻心扉。冷月没有再多说什么，收起那封锁此处的3个碗，便准备离去。那似乎不属于你了吧？楚风说道。回头观望，冷月发现楚风正用那贪婪的目光盯着自己手中的3只金碗。此刻，冷月的身体一抖，这楚风还真是要把他扒得干干净净啊！但他没有选择，他已经完全受制于楚风，只能将手中的3只金碗丢给楚风。丢出金碗，冷月便带着那重伤的身体一跃而起，离开了此处。他真是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了，不想再看到楚风那得意的嘴脸，因为那嘴脸会映射出他的失败。这碗不错，也是难得的宝贝。楚风将那碗收了起来，与此同时打开了戒灵大门，对淡淡说道：“我的女王大人，辛苦你了，这点小事不足挂齿。”淡淡摆了摆手，便进入了戒灵大门，回到了楚风的戒灵空间之内。楚风，你那东西真的把一切都记录下来了？这么神奇？回到楚风的戒灵空间，淡淡才开口问道：“哪有那么厉害？这阵法虽然是从9灵神图之中习得，可却没有那么神奇。我只记录下了我先前展示的那一段，后面的都无法记录下来，并且这一段也很快就会消失，无法长时间的保存。世间最难改变的便是发生过的事，已经流失的岁月，怎么可能保留得下来？”楚风望向天际，感叹一声：“人之力始终有限，很多事情都是人力无法改变的。这么说来，你击败冷月，冷月食言你都没记下来？”淡淡倍感吃惊。“是的。”楚风说道。“那冷月杀百里星河呢？”淡淡问道。“也是没有记下。”楚风说道。“就算你记载的那一小段也要消失？”淡淡再度问道。“是的，今日便会消失。”楚风说道。“那岂不是说你的手中根本没有冷月的把柄？”淡淡也是开始担心。“的确没有，但是冷月觉得我有，我自然便是有。”楚风笑了笑，他一脸的有恃无恐。在他看来，冷月将名誉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就算他会怀疑楚风，可却也不敢去冒险试探楚风。楚风已经将冷月吃得死死的，怕是从今以后冷月都不敢再与楚风为敌。你这小家伙倒是有些让本女王刮目相看哦。眼见着自己都有些慌了，可是楚风却如此淡定，始终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淡淡忽然意识到楚风真的成长了。然而就在这时，忽然一道流光飞掠而来，最终落在了楚风的身旁。那是一个人，冷月。看着眼前的冷月，楚风神情一动，冷月不仅以光一般的速度来到了他的身旁，并且冷月的身体还被束缚了。你们2个私下切磋，还想装作什么都没发生过吗？下一刻，一道满含怒意的声音响起。当那道满含怒意的声音落下之后，2道身影也是从天而降。这是2名男子，一位中年，一位青年。这2个人乃是张天翼与那位神秘男子，也就是张天翼的亲生父亲。此刻一看，楚风还真发现张天翼与那神秘男子眉宇之间很是相像，果然像是亲生父子。
只是张天翼一脸的紧张，不断对楚风使眼色，而那神秘男子本平静的脸上，此刻更是满满的怒意。楚风不用想也能猜到，冷月的3只今晚没有那么厉害，虽然瞒住了他人，可显然没有瞒住张天翼的父亲，所以张天翼的父亲才会如此愤怒。楚风、冷月，你们2人不守规矩，可做好了受惩罚的准备。张天翼的父亲剑眉倒数，盯着楚风与冷月。惩罚？什么惩罚？就算破坏了规矩，你最多将取消我们明日的资格，何来惩罚？冷月质问道。你们2人若只是私下比拼，自然不需惩罚，可你却在我的地盘杀了人，杀了练兵仙人的弟子，这叫我如何向练兵仙人交代？你自然需要受到惩罚。张天翼父亲说道。此刻冷月说不出话来了，因为他也知道杀了百里星河此事不对。父亲，冷月杀了人，可楚风并没有，他不用受到惩罚吧？张天翼上前说道。天翼，正因为楚风与你是朋友，所以为了避免让人觉得我们袒护楚风，楚风今日也要受罚。张天翼父亲说道。可是张天翼还想说话。张前辈，楚风愿意受罚，还不待张天翼将话说完，楚风便开口了。他不想让张天翼为难。既然如此，你们2个就做好准备吧。张天翼的父亲自袖袍之中拿出了葫芦，这个葫芦破旧不堪，甚至有着细小的裂痕。可这个葫芦一出现，楚风与冷月皆是眼前一亮。这葫芦上面刻满了特殊的纹路，并且是他们看不懂的纹路。而除此之外，这葫芦散发着浓浓的远古气息，此乃远古之物。你想做什么？你究竟要怎么惩罚我们？冷月慌了，他察觉到了这葫芦的危险，在里面带一个时辰，1个时辰之后放你们出来。张天翼父亲先是将那葫芦打开，随后探手一抓，一股强大的吸力便将楚风与冷月全部吸入了那葫芦之中。刹那间，楚风感觉一阵天摇地晃，四周不仅漆黑一片，并且空间还不断扭曲。最重要的是，在这种地方，楚风连动都动不了。与此同时，楚风开始紧咬牙关，因为一种难以承受的痛感开始席卷楚风的全身各处，尤其是脑袋，异常的痛，就像是无数把大锤以1秒钟3000次的速度不断锤击着楚风的脑袋一样，痛到楚风也是双拳紧握，难以忍受，连灵魂都在发抖。1个时辰，真的熬得下去吗？楚风心中泛起了嘀咕，心想张天翼的父亲还真是大公无私，真心够狠的。这种地方蕴含的乃是远古阵法，连楚风也根本破不开，莫说是他，就算龙级黄袍界灵师也破不开。进入此处，只能选择承受这阵法的折磨，因为楚风知道这阵法本来就是用来折磨人的。虽然1个时辰说起来不长，但在这种地方熬上1个时辰，很可能会精神崩溃，而只要精神崩溃，就将死在此处。然而就在楚风饱受痛苦的同时，惊愕地发现自己的感官变得清晰起来，在那本是黑暗的空间中寻得了一个物体。那是什么？虽然还未能看清那物体，可楚风却已是心中一动，他察觉到那绝对不是凡物。父亲，您这样做未免太过分了吧？楚风好歹是我兄弟，并且你我都清楚，楚风这样做是为了我。外界，张天翼满面不甘地看着自己的父亲，他向来尊重自己的父亲，从来不敢对自己的父亲不敬，可这一次他却没忍住，因为他不想自己的兄弟在帮了自己后，还因为自己受苦。天翼，先前的一幕你都看到了，冷月和楚风的手段，你觉得怎么样？张天翼的父亲问道。全部在我之上，我自叹不如。张天翼看着自己的父亲，您问这个做什么？难道你想对楚风不利？你未免太小看你父亲我了。张天翼父亲微微一笑，说道：明日你若碰到楚风，楚风会让着你，但你若碰到冷月，冷月绝对不会让着你。楚风是在帮你，你能看出来，我岂看不出来？你感激楚风，难道我就不是？天翼，要知道，在这个世上，没有人比我更在乎你，我自然希望你变得更强。话到此处，张天翼的父亲将双手放在了张天翼的肩膀上，用那炙热的目光凝视着张天翼，说道：所以我不是在害楚风，而是在帮他。可是父亲，那里我也进去过，就连你也曾进去过，你应该知道那里面有多难熬，时间久了会死人的。1个时辰，他们怎么可能熬得下来？张天翼仍是非常担心，曾亲身体验过的他，深知那其中的可怕。的确，你和我都失败了，但楚风与冷月的天赋在我们父子之上，尤其是楚风，我觉得他有机会得到那里面的好处。张天翼的父亲说道。可是父亲，这葫芦已是传说，究竟具不具备传说中的好处，根本没人知晓。至少自先祖之后，没人得到过这葫芦中的好处，哪怕那位前辈也是不行。张天翼依旧担心，不，传说是真的，只是我辈无能罢了。你放心，我自有分寸，不会让楚风死在其中的。话到此处，张天翼的父亲看向了手中的葫芦，说道：我只是在给他一个机会，一个对修武有着全新认识的机会。与此同时，楚风的目光越来越清晰，他已是渐渐地看清了那物体究竟是什么。竹简，那是一片竹简，虽是竹简，但那竹简悬在半空，至高无上，宛如统治万物的君王，在俯视一切。暗金色的竹简不仅散发着浓烈的远古之气，更是蕴含着一股天上地下唯我独尊的至尊之气。尽管距离很远，但楚风有天眼帮助，几乎能够确定那是一片竹简，这是一件远古至宝。天眼之下，楚风越看越清晰，而看得越是清晰，楚风脸上的喜悦之色越是浓郁。虽然竹简只有一片，可那竹简之中蕴含着无数道符号，那符号似是文字，每一个都暗藏着一定的深意。而这样的符号，在那小小的竹简之中，足有数万道，汇集在一起，如同河流一般，在那竹简之中急速流动着。武技竟是记载了关于武技的运用，好是玄妙。若是能够掌握这竹简之中的所有内容，定然会让我茅塞顿开，对武技的使用更上一层楼。感悟了一下那竹简之中的内容，楚风更是狂喜，这竹简果然是剑之宝，
并且是对修武意图有着巨大帮助的至宝。而就在楚风努力观看那竹简上符咒，领悟其中的内容之际，那竹简竟然微微一颤，随后开始向楚风所在的方向缓缓飘来。尽管很慢，可是的确在向楚风飘来，竟然可以沟通这竹简。此刻，楚风更是大喜，在发现这竹简的惊喜之下，楚风竟渐渐开始适应那席卷他全身的痛楚之感，而这也就使得楚风的精神力越来越集中，那竹简向自己飘来的速度越来越快。然而就在这时，楚风的正对面忽然闪过一道刺眼的蓝色闪电，不仅声音异常的刺耳，楚风还清晰地捕捉到了闪电浮现的画面。那的确是闪电，但却又不像寻常的闪电，令人不安。这里怎么会有闪电？楚风眉头紧皱，心中泛起了嘀咕。而就在这时，阵阵狂风之音如万兽咆哮一般响彻开来，并且越靠越近，紧随其后，道道闪电之音更是连续响起。而当那闪电光芒浮现之际，楚风能够看到闪电家带着飓风正向楚风压迫而来，并且那闪电与飓风是如此的磅礴，尽管距离还很远，面积却非常之广，简直大到超乎想象。楚风真是天助我也啊！在此处，虽然我的肉身不能动，可我的天赐神力却能为我所控。楚风，你死定了！此处竟有这样一件宝贝，似是远古之物。哈哈，好，真是太好了！今日你不仅要死，这宝贝也将是我的。还以为那工地传人是在帮你，不成想却是在帮我。一阵无比狰狞的声音响起，是冷月在这虚无空间的深处传来，他的声音是如此的恶心。可恶，他能操纵天赐神力吗？怎么我就不行？楚风有些慌了，那交织的风雷可不就是冷月的天赐神力吗？只是此刻在此处显现，那风雷更是可怕数万倍，在他们的面前，楚风真的感觉自己甚是渺小。他知道以冷月的实力还无法将天赐神力发挥到如此恐怖的地步，那很有可能是天赐神力的本体。可是为什么冷月能使用天赐神力的本体，而自己却不能使用传承血脉？对，自己的传承血脉压根就不为自己所控。想到这里，楚风苦笑一声，自己虽有强横的传承血脉，可惜那传承血脉他却一直未能掌握。不过好在冷月并未急着对楚风动手，而是在发现那片竹简之后，催动那风雷去捕捉那片竹简。想必冷月也是发现了那竹简的重要性，不想错失这个机会。此刻冷月那磅礴的天赐神力已经紧紧地束缚住了那片竹简，并且天赐神力所散发出的力量强悍无比，远远超过了他自己掌控的力量。如此浩瀚的力量与那渺小的一片竹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是别看那片竹简很小，却也拥有着说不出的力量，尽在与冷月的天赐神力抗衡。尽管冷月的天赐神力也在拖拽着那竹简向自己的方向过去，可是速度却非常缓慢，比楚风自己沟通的根本就快不了多少。只是一个时辰的话，他是绝对无法将这竹简收服。可恶，这东西怎么这么难搞？楚风虽看不到冷月，可却能听到他那气急败坏的声音，不难搞就不是远古之物了。楚风心中冷笑起来，冷月越是难堪，他便看得越爽。然而就在这时，那风雷竟忽然放弃了那片竹简，以势不可挡的威势再度向楚风席卷了过来。糟了！楚风暗叫一声不好，显然是冷月发现他没办法收服那竹简，所以索性放弃，直接来对付自己了。冷月虽然无法收服竹简，可是如此恐怖的力量，若要杀他，那简直就是轻而易举啊！怎么办？自己连动都动不了，何况就算能动，面对这样恐怖的力量，楚风也是必死无疑，因为根本就躲避不及。难道说我楚风今日只能坐以待毙，死在这里？想到要以这种方式死在冷月的手中，楚风便极为不甘。然而就在那风雷两种力量将要靠近楚风之际，楚风的体内忽然传来刺耳的声音。而当那刺耳的声音响起之际，冷月的天赐神力竟然微微一颤，随后停在了那里。那是什么？此刻传来了冷月不安的声音，他似乎也是看到了什么。而就在这时，道道刺耳的咆哮声忽然在这方空间炸响开来。当那咆哮声响起之际，楚风清晰地看到那声音竟然化作了肉眼可见的声浪，向四面八方扩散而去，连着虚无的空间都是一阵阵扭曲。而在那恐怖的咆哮声中，9道神雷也是自楚风的体内爆射而出，神雷掠出，很快便化作9只磅礴的雷霆巨兽。尽管这个体积还不是他们真正的本体，可对比冷月的天赐神力，却依然显得巨大无比。本来冷月的天赐神力已是浩瀚无边，可是与那站在楚风身前的9只雷霆巨兽对比，却小如牛毛，简直不可相提并论。忽然9只雷霆巨兽动了，每踏出一步，空间都是一阵剧烈的震颤，发出无比刺耳的声音，就仿佛连绵山脉、万里大地在不断崩溃一般。眼见着9只雷霆巨兽奔跑而去，冷月的天赐神力便开始继续翻滚起来。只不过这一次不是向楚风压迫而来，而是在倒退回去。怕了，冷月的天赐神力竟然怕了楚风的传承血脉，怎么可能？怎么会这样？给我回去，给我杀了他！可恶！冷月气急败坏地呼喊着，似乎他的天赐神力此刻已经脱离了他的控制。如此强悍的天赐神力，世人看到都会想逃，可是就是这样的天赐神力，此刻却是在逃。虽然天赐神力在逃，但雷霆巨兽的速度实在太快，很快便追赶了上去。就在此时，为首的一只雷霆巨兽发出了一声怒吼，那怒吼一出，再度化作肉眼可见的声浪，只不过此刻的声浪比先前要凶猛数倍。声浪冲过了天赐神力，而所过之处，那风与雷交织的天赐神力便化作一缕缕气体飞灰烟灭。只是一只雷霆巨兽的怒吼，便将冷月的天赐神力给摧残得一塌糊涂。而当天赐神力被毁灭的一刻，楚风听到了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那是冷月的声音，但楚风还是第一次听到冷月叫得如此凄惨。
应该是天赐神力被粉碎，冷月也受到了牵连。而在此之后，那9只雷霆巨兽并未停止步伐，而是向那竹简奔跑而去。忽然，为首的那只雷霆巨兽张开了满是雷电的大嘴，一口将那竹简吞入口中，随后身形一转，便化作一道闪电，向楚风飞射而来。与此同时，其余8只雷霆巨兽也是收起那无边无际的超然身躯，化作8道颜色各异的雷电，回到了楚风的体内。怎么会这样？那究竟是什么？楚风，你究竟是什么怪物？楚风再度听到了冷月的声音，此刻那声音虽然虚弱无比，可却蕴含着浓浓的不可思议。想必是冷月亲眼见到了楚风的传承血脉将那竹简轻松带入楚风体内的一幕，他不仅是被惊呆了，而是被吓坏了。毕竟他的天赐神力费了那么大的劲，都无法收服那竹简，可是楚风体内的雷霆巨兽轻而易举的便将其给吃掉了，这种差距他怎能不怕？想不到关键时刻你们还是挺争气的。此刻楚风也是满意的笑了，因为他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在他的丹田之中不仅有雷霆巨兽盘踞，还有一片竹简稳稳的伏在其中，并且楚风也可谓是又一次见识了自己血脉的厉害。正所谓究竟强或弱，不比不知道。地级血脉害怕楚风的血脉也就罢了，现在竟然连天赐神力都夹着尾巴逃跑了。虽然楚风也不能保证是不是冷月的天赐神力本身就不强，或者是他释放出来的还不是天赐神力真正的力量，可就算冷月的天赐神力还不是真正的本体，可是楚风也清楚，先前他那出去的传承血脉也不是真正的本体，所以这场天赐神力与传承血脉的对决是楚风的传承血脉胜了，而且还是大获全胜。竟然这么快就成功了，还远远不到半个时辰啊！此刻张天翼的父亲看着手中的葫芦，眼中闪过一抹无法掩饰的吃惊。成功了？父亲，你是说楚风成功了？听得此话，张天翼先是神经一紧，随后一脸的喜悦问道，还不确定是楚风还是冷月，但2人肯定有一人领悟了这葫芦内的远古竹简。天翼，你看这葫芦，若是进入其中的人能够领悟竹简上的内容，葫芦是有反应的，这个符号便代表着那远古竹简。张天翼的父亲指着手中的葫芦说道。张天翼仔细一看，果然发现在那葫芦之中一个符号正在闪烁着，这个符号之前看着不起眼，但是此刻来看是如此的特殊。父亲，那符号消失了！张天翼惊呼起来，因为那本刻在葫芦上的符号真的消失了。怎么可能？张天翼的父亲宛如石化了一般，愣在了那里。父亲，怎么了？这符号消失，莫非代表着什么？张天翼赶忙追问，他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父亲会有这样的反应。张天翼的父亲终于缓过神来，此刻眼中尽是复杂，说道，不管他们2人究竟是谁做的，但他们的天赋都已超越我族先祖。张天翼惊讶地张大了嘴巴，眼中满是难以置信。有人不只是领悟了远古竹简的内容，而是将远古竹简收服了。张天翼的父亲说道。收服了？什么意思？张天翼问道。远古竹简不再属于葫芦，而是属于那个收服他的人。张天翼的父亲说道。这怎么可能？那样恐怖的远古竹简，父亲，您不是说这葫芦内的阵法之所以那样恐怖，全都是凭借竹简的力量吗？张天翼感觉难以置信，毕竟他知道那远古竹简的厉害，他能勉强看到其中的一些内容，但那其中的符咒流动的太快，他实在是无法领悟。那样厉害的远古竹简竟然被收服了，这真的是他之前想都不敢想的事。这葫芦传自远古，是先祖机遇所得，先祖说过，这葫芦内的远古竹简的确是可以被收服的，但必须天子卓越之辈才可以，而先祖大人他却没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先祖还说过，进入葫芦将被阵法压制，能动用的唯有天赋，所以想要领悟远古之间的内容，或是收服远古竹简，靠的也只能是天赋。张天翼的父亲解释道。张天翼的脸色阴晴不定，若是楚风做的，那自然是好事，可若是冷月做的，那对他来说可是绝对的坏消息。父亲，快放他们出来，我想知道究竟是谁。张天翼说道。不必了，没了远古竹简做制成，这葫芦已经没了价值，葫芦内的阵法很快就会崩坏，不用我帮他们，他们也很快便会从中解脱。张天翼父亲话音刚落，那葫芦便出现了一道裂痕，这道裂痕与葫芦表面的裂痕不同，是由内至外而产生的裂痕。当葫芦裂开的一刻，那股远古气息也是开始随之消散。你看，已经开始了。张天翼的父亲将葫芦放在了地上，果不其然，葫芦的裂痕越来越多，宛如蜘蛛网一般布满了整个葫芦，而眼见着葫芦就要裂开，张天翼的心脏都快提到了嗓子眼。他真的不希望是冷月收服了那远古竹简。事实上，就连张天翼的父亲此刻眼中也是闪烁着不安的目光。终于，葫芦爆炸开来，伴随着一道暗黑色的光芒闪烁而过，2道身影浮现而出，这2个人正是楚风与冷月。此刻的楚风也是气喘吁吁，脸上更是布满了斗笠大的汗珠，但是总体来说气色相对不错，并且嘴角还挂着淡淡的笑意。而再观冷月，脸色铁青，嘴唇发紫，一双眼睛都塌陷了进去，脱困之后直接扑通一声瘫坐在了地上，不仅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就连身体都在剧烈的颤抖。见此一幕，张天翼顿时眉开眼笑，狂喜无比。而张天翼的父亲也在一旁不住的点头，尽管表现的并不明显，可他也是松了一口气。看到楚风与冷月的模样，他们父子2个已是得知了答案。楚风师弟真是可喜可贺呀！张天翼迎上前去，为楚风而感到高兴的他已是笑得合不拢嘴。你知道了？楚风问道。都知道了，你可真是了不起，尽管早就知道你厉害，但我没有想到你会这样厉害。张天翼抱着楚风的肩膀，别提多高兴了。楚风，我本是要惩罚你，想不到你却因祸得福。要知道那远古竹简可是我族先祖
当年获得的最珍贵的宝物。张天翼的父亲说道：“多谢前辈。”楚风抱拳道谢。不管怎么说，那宝贝都是张家的，但看张天翼与其父亲的态度，明显是要送给自己，不再追究了。虽然在那葫芦之内，楚风也饱受折磨，可是获得这样的至宝，怎么想都是赚的。楚风自然是要感谢，不必道谢，这是你的本事。虽然你不用再接受惩罚，但明日的赛事你也不可参加。张天翼的父亲说道：“前辈不赶我出去。”楚风诧异：“再留1日吧。”张天翼的父亲说道：“楚风，多谢前辈。”楚风再度抱拳道谢，不参加那赛事，正合楚风的意愿。毕竟为了张天翼考虑，就算能够参加，楚风也要认输的。与其认输，倒不如直接弃权。而楚风之所以道谢，那是因为他知道，此刻4族之人皆在外面蹲守，若是张天翼的父亲将他现在丢出去，他是没办法逃脱的。可若是等到赛事结束，楚风与所有人一同出去，便可以浑水摸鱼。楚风知道这个道理，张天翼的父亲自然知道，所以楚风明白，张天翼的父亲是在为他着想。冷月受那阵法影响不轻，我先送他回去，你们两兄弟慢慢聊吧。张天翼看着冷月摇了摇头，他本来觉得以冷月的天赋，就算无法领悟那远古竹简的内容，可也应该能够承受得住那座阵法的折磨。可眼前的结果，不得不说让他很是失望。然而此刻冷月却是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风，只有他清楚，他冷月之所以会变成这副模样，并不是因为那葫芦内的阵法，而是因为楚风用那恐怖的雷霆巨兽将他弄成了这副模样。虽然他体内的天赐神力并未受到影响，可是他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已是近乎崩溃。楚风师弟，谢谢你。冷月被其父亲带走后，张天翼很是感激地对楚风说道：“换做你是我，你也会这样做。”楚风笑着说道：“他倒也没隐瞒自己要帮张天翼的动机。”此刻张天翼没再多说什么，而是淡淡一笑。正所谓大恩不言谢，但这份恩情他牢牢地记下了。当楚风回到塔内的时候，已是深夜，其他人都睡了，可是严邪、大辣椒等人却都还未睡，皆是坐立难安。楚风，怎么样？你赢了。看到楚风安然过来，严邪等人喜出望外，但仍是紧张地追问起来。他们想要确认结果。楚风点了点头，哈哈，太好了，连那冷月都不是你对手，张天翼也定然不是你的对手。5只圣土最强小辈的名号，非你莫属，不愧是我偶像，太棒了！辣椒高兴的手舞足蹈，兴奋极了。大小萝卜也同样如此，就连向来沉稳的严邪也是一脸的笑意。明日的赛事我不会参加了，我和冷月的对决被那位前辈发现了。楚风说道。听得此话，辣椒等人顿时一惊，但仍是关切地问道：“那他没有为难你吧？若是为难，我就不会回到这里了。”楚风笑着说道：“没事，只要人没事就好。”听得此话，辣椒等人又是然地笑了。可是只要想到楚风无法继续参加赛事，他们的眼中都有着难以掩饰的遗憾。楚风知道他们遗憾，楚风也不想让他们遗憾，可是为了兄弟，楚风没有办法。对楚风来说，相比一个称号，兄弟情谊要重得多。随后辣椒等人也都去歇息了，但是楚风却并未入睡，因为楚风迫不及待地想要参悟此刻飘在他丹田之内的远古竹简。这竹简之内蕴含着关于武技的使用精髓，楚风若是能够领悟，不仅对武技的运用能够再进一步，搞不好能够参透的进仓明斩与的进仓明盾之间的关系。若是能够将两者合二为一，楚风也许能够获得天境武技的力量。天境武技，楚风今日已经见识过了，的确很强，绝非的劲武技可比。今日若不是楚风用计，先是让冷月掉以轻心，随后又以玄武遁甲术的幻象迷惑冷月，再趁机用自己的神雷破开金光，再以青龙疾行术接近，最后再以神雷发动奇袭的话，还真是很难胜过冷月。所以楚风越发的渴望得到天境武技的力量，而眼下他最快能够得到天境武技力量的方法，就是将地境苍明斩与地境苍明盾融合。虽然楚风也无法确定得境苍明斩与的境苍明盾是否真的可以融合，融合之后是否真的能够得到媲美天境武技的力量，但他总是要试一试。时光如梭，转眼间满天繁星已经渐渐消失，天际的东方泛起了一片亮光，天已经亮了，而楚风却一直盘膝而坐，双眼紧闭。他没有睡着，反而是高度集中，只不过他的精神力全都沉浸在了丹田之内。终于，楚风的双眼睁开了，睁开之际，眼中既有无尽的喜悦，又有无尽的震撼。喜悦的是，楚风在那片远古竹简之中领悟到了之前所无法领悟的修武技巧，对武技有了全新的认识。从今以后，楚风施展武技更是得心应手，手到擒来。哪怕的境苍明斩那种负担极大的武技，楚风也是可以减小负担。但最重要的是，如今楚风不仅彻底掌握了的境苍明盾，那攻防一体的境武技，还发现的境苍明盾与的境苍明斩果然可以合二为一，二者合二为一，威力也将翻越数倍。虽然楚风无法确定那种合二为一的力量会不会达到天境武技的高度，但楚风觉得若是施展而出，至少不会弱于冷月昨日所施展的天境道光印。所以从今以后，楚风最强的武技不再是地境苍明斩，而是融合了地境苍明斩与地境苍明盾的全新武技。此技无名，楚风为其命名为奥义苍明杀。此名之意乃是奥义一出，苍明变现，苍明一现，杀戒必开。楚风能掌握奥义苍明杀，是因那远古竹简，而楚风此刻满眼的震撼，也是因那远古竹简。楚风发现，在那片远古竹简之中所记载的内容，还不止关于武技的那些。楚风最多只是领悟到了那竹简1/10的内容，还有9/10，楚风领悟不到，也是无法领悟的，因为这竹简的内容不全。远古竹简自然便是远古之物，难怪都说远古时期修武鼎盛。单从这片竹简的一部分内容便可以看出，现在修武者对修武的理解的确不如远古时代的强者。这远古竹简定然不止这一片。
相信还有很多。若是全都得到，莫说对武技的使用，对我各个方面都将提升，也许还能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难怪啊，难怪张前辈说这是工地当年所获得最珍贵的宝物。这宝贝的价值的确无法估量，若是传出去，怕是整个武之圣土都将天翻地覆。还好冷月那丫头未能发现这远古竹简的真正奥秘，否则怕是我要倒霉了。楚风感叹连连，他已经意识到了这远古竹简的厉害，只是一片已是如此，若是完整的，那又将如何？楚风觉得这远古竹简的全部内容，若是他皆知晓，别的不敢说，但帮助那些迟迟无法突破瓶颈之人突破瓶颈还是没问题的。而单是这一点，就足以让无数修武者为之疯狂，为之厮杀。这是至宝，同样也是祸端，绝不能再让任何人知道他楚风的丹田之内藏有这样一件宝贝。楚风，赛事要开始了，你要去看吗？忽然辣椒的声音在外面响起，透过天眼，楚风看到不止辣椒等人在外守着，各个塔内的人已经出来了，就连张天翼的父亲也站在了那决斗场的中间。想必这场最强小辈的对决是真的要开始了，当然要看。楚风站起身来，便向外走去。虽然他不能亲手与众人对决，并且那些人也不配与他对决，但他可要亲眼看着张天翼击败众人，夺得最强小辈的称号。这是……然而楚风还未走出那塔，便忽然发现那头顶上的阵法发生了变化。仔细一看，虽然那头顶上的阵法没有明显的变化，可是楚风却能够看见外面之人那一张张错愕的脸。尽管听不到他们在说什么，可楚风的天眼却能读懂他们说的话语。只看嘴型，楚风也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开了，那阵法竟然开了！不，阵法没开，只是阵法变成了透明的，我们可以看到了里面了。看到了，全都看到了。那些人不就是武之圣土最顶尖的小辈们吗？一时之间，人们惊呼不断。正如他们所说，那封闭着的阵法开启了一部分，虽然只是中间的一部分，但那已是让人们极为兴奋。毕竟他们也都清楚，唯有中间的部分才是众小辈集中的地方，他们有机会看到最强小辈的对决了。快看，站在决斗场中间的那位男子，他气度不凡，至少是位武帝，应该就是此处的主人了吧？那么那位站在他身边的年轻人，应该就是工地传人了，竟是8品半地的修为，果然撩的。发现张天翼与其父亲后，人们惊叹不已。虽然隔着阵法，他们无法进去，可他们却能够感受到阵法之内众人的气息。快看，那是我的御府的3位御史，那是我人王府的弟子，我天道府的3位天将，果然是人中龙凤，哪怕与众位天才在一起，也是极为出众。咦，不对，怎么只有2位？冷月呢？楚风也不在。可一番惊讶之后，也有人发现最受期待的2位并没有现身。今日乃是最强小辈争霸赛最后对决的日子，参赛选手本是21位，不过来到的御府的3位小友选择弃权。张天翼话到此处，看向了辣椒3人，他们3个是谁？好像都不认识啊。莫非他们就是那个辣椒、大萝卜和小萝卜？定然就是他们，毕竟除了他们，其他人都是声名远播的存在，只有他们3个我不认识。怎么回事？他们原来是地狱府的弟子吗？可他们的修为怎么这么弱，连半地都不是？以他们的修为，怎么可能那么快跑到堡垒中心？众人猜测不断，同时也失望不已。本以为辣椒3人多么了不起，搞了半天是这种货色。那楚风和冷月呢？他们在哪里？众人问道。尤其是天道府的人特别关心冷月去了哪里，毕竟冷月是天道府的最强弟子。冷月与楚风私下切磋，破坏了规矩，已经取消了比拼资格。张天翼父亲说道，他们2个私下切磋了，那是谁胜谁负啊？众人遗憾之余，纷纷猜测起来，甚至有人大声询问。在众人看来，工地传人冷月绝对是获得最强小辈称号的大热门，可如今只剩下了工地传人，也就是说他们没机会看到冷月与楚风的实力了，这让他们倍感遗憾。但同时也很想知道楚风与冷月到底谁更强，为何我破坏了规矩你就将他直接赶出，而楚风你们就不敢？西门族长冷声问道。他们2个已经接受惩罚了，便可以留下，而那惩罚可是你儿子承受不起的。张天翼父亲说道。西门族长气得双拳紧握，他觉得那位的话是在侮辱他的儿子，连惩罚都承受不起，可不就是在说他儿子弱吗？楚风和冷月私下切磋，到底谁胜谁负啊？可是除了4大地族的人外，其他人关心的仍是楚风与冷月的切磋结果。就在此刻，冷月出来了，此刻的脸色仍有些苍白，但比起昨日已经好了许多。快看，是我天道府的第一弟子冷月，8品半地，傲视群雄，只有那工地传人能与冷月匹敌。冷月现身，天道府顿时沸腾。冷月，这便是冷月吗？好强的实力，不是说收到了惩罚吗？不是说那惩罚连西门飞雪都无法承受吗？可冷月看起来怎么什么事都没有？这还用问？冷月的实力远超于西门飞雪与楚风，再厉害的惩罚对他来说也是小菜一碟。奇怪，冷月既然如此厉害，为何又要与楚风交手？据说楚风与西门飞雪交手的时候还只是3品半地吧？按理来说，楚风就算能胜过西门飞雪，可也不配与冷月交手吧？许多人有些想不透。我知道了，是那楚风故意的。楚风知道自己无法获得最强小辈的称号，便故意破坏规则，并且还拉冷月下水，让冷月与他一同丧失资格。这种人实在是太可耻了。对，那楚风的实力怎么可能是冷月大人的对手？但若是拉着冷月破坏规矩，无论胜负，冷月都要被淘汰。这楚风真是卑鄙至极，果然是个无耻小人。天道府的弟子把所有罪责都推到了楚风的身上，此话虽然偏激，可似乎不无道理。楚风虽强，可这冷月也未免太强了，楚风应该不可能战胜冷月才是。而在天道府的推断下，许多旁观者也产生了这种念头。诸位不用胡乱猜测了，
是冷月主动挑战的楚风。至于他们二人的切磋结果，也是楚风胜了。就在这时，张天翼开口说道：“什么？”听得此话，在场之人皆是倍感吃惊。天翼，张天翼的父亲看了张天翼一眼，那种目光，看来他并不想让张天翼多嘴。父亲，楚风是我兄弟，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人诋毁他的名声而坐视不理。况且我也只是实话实说而已。张天翼倔强地说道。见状，张天翼的父亲也不再多说。工地传人与楚风是兄弟，楚风竟然还有这样一层关系。这么看来，楚风竟真的胜过了冷月。众人又是一阵惊叹，怎么可能？冷月可是8品半地，楚风他何德何能，怎会胜过冷月？天道府之人表示不服，若是不信，你们便去问问冷月，结果究竟如何？楚风自塔内走了出来。楚风是楚风，7品半地，楚风竟是7品半地，不是说之前楚风与西门飞雪交战还是3品半地吗？这么短的时间内，怎么会达到8品半地？看到楚风，众人大吃一惊，尤其是4族之人，一个个眉头紧皱，心中越发不安起来。此刻，哪怕是之前还大大咧咧的北堂族长与东方族长也是眉头紧锁，他们终于意识到了楚风的可怕，这种突破速度实在是太快了一些。尤其是此刻冷月脸色难看，而楚风却一脸自然之后，哪怕冷月不开口，人们也是能够猜到，看来冷月的确是败给了楚风，而这就更是让人惊叹楚风的强大了。但4大地族担心的不只是这些，他们已经做好万全之策，是要在此除掉楚风。可他们却不知道，工地传人竟是楚风兄弟。工地传人不足为惧，毕竟只是小辈。可是那位中年男子的实力究竟如何，他们还不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那位若是出手，定会让他们很是头疼。我宣布，5支圣土最强小辈争霸赛正式开始。就在这时，张天翼的父亲开口宣布。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目光都凝向了那对决台上。尽管冷月和楚风不能出手了，可毕竟其他小辈也都不是寻常之辈，这同样是一场精彩的对决。这场对决耗时足足2日2夜03个时辰，最终的结果倒也算是情理之中。在没有了冷月与楚风2位劲敌之后，张天翼成功获得第1名，夺得最强小辈称号，其他人一一败在连他的手中。而值得一提的是，张天翼与地狱府狂御史的对决更是堪称精彩至极，让人流连忘返。虽然最终是张天翼胜了，可是地狱府狂御史的实力也得到了人们的认可。只是当宣布张天翼获得最强小辈称号的时候，人们还是会不由自主的看冷月与楚风一眼。冷月与楚风没有出手，远古精灵的小辈也没有到场，所以就算张天翼的实力得到了认可，但人们总是觉得张天翼这最强小辈的称号仍是谈不上实至名归。至于严邪，因为此次对手实在太强，虽然他的成绩不算最差，可却也并不是非常理想，但他却乐在其中。从一开始他就知道他不可能夺得最强小辈的称号，但能与高手过招，对他来说便是一种享受。感谢诸位来捧场，见证犬子夺得5支圣土最强小辈的称号。张天翼的父亲再度开口说道。犬子，原来那位是工地传人的父亲吗？众人议论纷纷。实不相瞒，在下名为张明，乃是工地第7代传人，犬子张天翼便是工地第8代传人。工地公无名，本名张先锋，乃是我张家先祖。只是当年先祖不想让世人知道我张家存在，所以才隐姓埋名，为自己取了公无名这个称谓，行走天下。张明宣布了工地的真实身份，实际上他也是想借着其先祖的名声来为张天翼打响知名度。毕竟工地传人与工地后人仍是有着不同的概念，他们不仅是工地的传人，还是工地的后人。工地的真名原来叫做张先锋吗？张字去长便是公，原来如此啊！想不到工地的后人竟还在世。果不其然，得知此事后，众人更是震惊不已。然而就在众人震惊不已之际，张明却是大袖一挥，一阵波动传来之际，那本已公开的堡垒中心便再度封闭起来。诸位小友，赛事结束，你们自原路返回吧。封闭堡垒之后，张明才开口说道。多谢前辈款待。见那封闭的门已然开启，众位弟子也不怠慢，施礼之后便纷纷离去。其他人倒还好说，但冷月离开之际，却意味深长地看了楚风一眼。转眼间，此处还未离去的便只剩下了楚风等人。楚风，听父亲说，4族为了抓你，在这堡垒之外布置了天罗地网，你现在出去就是自投罗网，不如你不要走了，留在此处吧。你留在这里，他们不敢奈何于你。张天翼对楚风劝道。我既然来了，就一定要走的，外面还有前辈等我。楚风摇了摇头，他既然敢来这里，就知道会有今日，所以对于4族布置的所谓天罗地网，楚风并不感到意外，并且百里悬空还在外面等着楚风。楚风留在此处，百里悬空不明白情况便不会离去，而百里悬空只要留在此处，难免会被4族抓到，所以楚风并没有打算留下来。但是外面真的很危险，你还是留下吧，留在这里有我父亲在，他们不敢对你如何。张天翼依旧劝道。张师兄，你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我留下能够安稳一时，绝不能安稳一世。4族对我恨意滔天，是我为后患，不惜一切代价都想要除掉我。我留在此处，定会牵连你与张前辈，所以我绝对不能留。楚风知道，就算他留下，也不是最好的打算。哪怕现在4族无法破坏这堡垒，可只要楚风在这其中，4族会想尽办法来对付他，甚至会寻高手攻破堡垒。那个时候，张天翼与其父亲也将被楚风牵连。楚风可不想如此，可是张天翼还想劝阻，他真是放心不下楚风。尤其是听其父亲说起，此刻4族在堡垒之外做的种种，都只是为楚风一人，之后他就更加放心不下了。数万高手铸造天罗地网，只为楚风这样一个小辈，这足以表明4族要杀楚风的决心，因为这绝对是大动干戈。